lost in the pools of your eyes like a crystal shine. You'll be beautiful forever, reaching out beyond the sky. You'll be beautiful forever。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九，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荣耀刚刚发布的70系列的一个测评。这次颜色是给大家集齐了，因为这台机器啊，颜值和手感方面做的确实还不错。不管你点小白测评，马上开始。这次我们测试的所有 Pro 加呢都是黑色啊，这个黑色是没有 AG 玻璃的，它是一个纯光面的啊，这个光打上去的时候还是挺漂亮的，当然也就意味着沾染指纹。这台70 Pro 是青玉绿，不是墨玉绿，不是墨玉青这个名字，它是那种金属的浅灰色里面，然后稍微加了一点绿进去。做的还是非常克制的，这个绿色是这次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个颜色，包括它塑料中框还有镜头模组这些金属的部分全部都做了同色的处理啊。是的，这次全系都是塑料中框。噔噔噔噔，流光水晶，传统4件套清水套数据线充电器 Pro 和 Pro 加都是100瓦的充电器。我这么看着啊，这个流光水晶的工艺应该是最复杂的啊。它外表面呢是覆盖了一层玻璃啊，没有 AG 工艺的处理啊，但是它有底层的这个格栅纹，而且这个格栅纹呢是渐变的，上边呢是比较明显一些的，它这个下面又做了一些类似于那种水晶片的处理，所以无论这个光线从哪个方向打过来，都会显得非常的耀眼。我感觉它这个有点像是那种女生的特别精致的那个化妆盒，或者说那种化妆镜上面的相应的这个设计元素。而且由于它底部做了这种菱形格栅的处理，所以即便是光面的啊，有一些指纹呢也不是特别的明显啊，比这黑色的要好很多。它是也做了啊菱形的格栅纹，但是它是 AG 玻璃的，所以就根本没有指纹的问题。如果你特别在意指纹的话，那么这个可能更加适合你。这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光线也会映射出来不同的效果。一个是 bling bling 的啊，一个是比较收敛的啊，有质感的路线。但是作为钢铁直男啊，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青玉绿，不是墨玉青。为什么放在一起讲？因为从我们目前拿到的所有配置上来看啊，Pro 和 Pro 加只有处理器，一个是天玑8000，一个是天玑9000。除此之外，它们全部都是一样的。关键参数给大家打出来啊，都是 8.18毫米，然后192克。机器握在手里，前后是双曲面的，所以这个圆润的感觉呢还是不错的，而且它本身也不是特别的重。在近期的机器里边，荣耀的这个边角的地方，线下有机会你可以去体验一下啊，相对来说做的是更加圆润一些的，所以就没有那么顶手的感觉。后背的 ID 上，尤其是这个镜头模组啊，也算是有家族化的延续了吧？之前是双环2个圆形的，现在呢它是把两边各削了一刀啊。这次官方名称呢叫扇形对称设计。一开始我还不太明白啊，这哪儿扇形了？我突然想起来，古代有一些侍女使用的那个扇子特别小的那种，有圆形的，也有两侧给削掉了，就是直角边的这种，大概是这样吧。单从 ID 设计上来说，满分10分啊。这台机器你给几分？可以弹幕评论一下啊。打到正面，我们特意选择一个设置界面啊，浅色的，你可以注意看它的内外 R 角还是不一样的。这个4个角呢做的几乎都差不多，但是正面你一看就会注意到它 R 角的部分不过在边框上控制的还算不错啊，基本上做到了两边等宽，顶部和两侧是一个尺寸。正面这块屏幕呢是6.78寸的一块120赫兹的OLED 的屏幕啊，我们还没有拿到具体的供应商啊，但应该是国产的类钻牌屏幕，1080P 加2652×1200，而且 Pro 和 Pro 加也都支持1920赫兹的高频 PWM 调光，这也是现在比较少的配置。荣耀的数字系列除了 ID 颜值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影像部分，这是它2个核心的主打点。这次它的主镜呢是上了 MX800 5400万，这个数字比较少见是吧？然后长焦方面也没有阉割啊，这个是值得点赞的，800万，然后支持3倍的光学变焦，还带 OIS。具体我们来看实拍，因为时间系统适配的问题，小遗憾啊，影像环节就用的是天玑8000的荣耀70 Pro 啊，不过硬件上它俩是相同的，在大多数场景下，70 Pro 的表现都还不错，和其他3台机呢拉
不开什么太大差距，主长广三摄的白平衡表现上也不错，更低的锐化和降噪算法让荣耀70 Pro 看起来更加自然一些啊。比如这只毛绒玩具啊 ，iPhone 较重的锐化让这毛看起来仿佛能硬的扎手，荣耀相对看起来呢就柔顺自然一些。当然问题也有啊，就是目前版本的70 Pro 在色彩表现上不是很稳定，在复杂光线的场景下比较容易出现偏色。除了这组，还有这组充满智慧的狮子啊，这只骚气十足的柯基啊，还有这朵橙色的假花。拍摄霓虹灯的时候，对于灯光色彩的处理啊，小米 X80 就要弱了，色彩没那么还原。说它不稳定啊，是因为它也有表现好的时候啊，比如这组灯牌啊，三星和 iPhone 直接弃疗了啊 ，X80 很好的还原了灯牌的观感，背景看起来像是夜晚。70 Pro 调教的是灯牌过曝了一点啊，但是唯一能够拍出来是白天感觉的啊，看自己喜好。同样又是3杯奶茶哄来了半天小姐姐啊，这组小姐姐的样张只有70 Pro 还原了当时暖黄灯光的色调，植物自然啊，还是较低的锐化让她的头发看起来更加柔顺了些。70 Pro 可以很好的调整面部的曝光，比如这组脸部就没有因为戴帽子啊出现一片死黑，皮肤白皙自然一些啊，就比较适合我这种戴帽子的人士。不过在人像模式下，70 Pro 的抠像啊又表现的不是很好啊，比如这组身后的椰子树啊处理的就不够自然。同时由于70 Pro 的主摄啊没有光学防抖，所以在较暗的场景下就比较容易出现糊片的问题，也是这次体验最不好的地方。如果当时没注意，回来一看片糊了，是一件挺烦人的事儿。在拍摄视频的时候也会碰到这个问题，人正常走路的时候啊，70 Pro 的电子防抖效果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稍大的运动下啊，比如快走的时候啊，就比较容易出现果冻问题，画面就不太能看了。这次荣耀70 Pro 的视频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主角模式。爱就是有我常烦着你，好baby，今后多深一点，想多久多远一点，多深多一点点，朦胧真的看见，我把你小心一点，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就是在拍摄的时候，它会生成2段视频，一个是完整的画面，另一个是主角画面。这视频啊会自动追踪主角啊，就像这样，确保它一直在画面中央。拍的时候点击追焦框，手机就会自动跟踪主角了。而如果主角离开镜头或者被遮挡超过5秒，这主角视角就会自动暂停。不过别担心，这个全景视频依旧会自动记录中啊。主角回到画面的时候啊，主角视角又会自动继续录制，这还挺 AI 的。而且拍摄过程中，你可以点击人物进行切换主角啊，就是不用担心这个素材有问题。对于喜欢拍 vlog 的小伙伴呢，还是挺实用的。拍摄女朋友的时候，一个全景一个特写啊，不用他挑剔你的素材问题了。识别率在大多数情况下啊，自动追踪的不错啊，即便是主角被短暂的遮挡，这个交换位置或者离开较长的时间，画面再回到画面中，70 Pro 都可以正确的追踪或者自动录制。但实拍中呢，偶尔会出现离开之后再回来无法识别啊。当然啊，如果俩人一起这样，也挺为难手机的。同时，如果你的动作过大啊，这个追踪也会显得有些生硬，没那么顺畅。这功能啊，体验下来是个好功能啊，希望持续优化算法。多镜录像也不错啊，它可以同时录制2个镜头的画面，比如说一前一后啊，一广角一长焦啊。除了左右5:5开画面之外，你也可以选择画中画的模式，并且拍摄中呢，它能够切换镜头。主观觉得最方便的是这个隔空换镜，通过手势就可以控制录制啊，比如手掌啊就是开始录制，反转手掌就是切换镜头，这握拳可以开启关闭画中画 ，OK 啊就是完成拍摄。单手或者说用自拍杆的时候，你就不用再过去点了。总结，作为早期版本啊，荣耀70 Pro 的表现呢符合预期，但依然还是不够稳定啊。考虑到搭载的是天玑8000啊，硬件上可能要稍微弱一点，而且在很多场景下可以和几个大哥们啊实拍平分秋色啊，算不错。拍摄人物的时候可圈可点，但是色彩算法目前不太 OK 啊。当然最大的遗憾还是主摄没有光防啊，容易出现糊片，比较难受。硬件就这样了，希望荣耀后续坚持升级电子防抖吧。今年大家都在聊发哥是否站起来的事儿啊，之前天玑的8000和9000呢也发布了好多款了，这次啊荣耀的70 Pro 上搭载的是天玑8000啊，我们之前聊的比较少啊，这期着重来看一下。由于系统版本和你懂的原因，我们在制作视频的时候还没办法跑分，后面我们会更新到数据库小程序里边。整个测试完成之后啊，对于天玑的表现印象最深的这次还是续航，小白测评极限续航测试总共坚持了7小时13分钟关机啊，是除苹果外第2款以4500毫安时电池容量
量进入7小时大关的手机。虽然比60 Pro 少了2分钟啊，但是它们有300毫安时容量的差距，换算下来70 Pro 的续航其实还更好一些。相比于总续航的表现，3小时轻度续航测试中，70 Pro 胜于61%，并未进入数据库前10。但在后面的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中，在1小时王者和和平精英的表现里边是挺出色的啊，最后胜于27%，与同样4500毫安时的 vivo S15 Pro 并列第6。但在续航上，这个版本有个点需要吐槽一下，就是它关机前的电量剩余2%的时候啊，你是不是还可以紧急去找一下充电器？但它的2%撑不到你找到充电器，剩余2%之后就直接关机了，这算是把2%四舍五入直接到1%了。原神表现上啊，荣耀这次调教的还不错啊，但是在刀法上啊，大家可以先把精准2个字打在公屏上。详细从帧率曲线上来看啊，70 Pro 的原神调教方式处于过山车式和锁帧之间，游戏体验上也是这2者之间。平帧率54.1帧，波动23.5，相比于之前搭载8000的 OPPO 要好了不止10帧。这样调的好处就是在温控上，10分钟开始就基本上在4度以内的温度变化了啊，最高也就是44.2摄氏度，没过45度。功耗上相比于 K10 要稍高一点，4.4瓦，但能效比上达到了12.29帧每瓦，比 K10 高了2.9。在较高帧率的表现和较低的温度下，画质140万像素点，在数据库中处于中间水平啊，这看着都挺不错的啊。但在游戏的过程中，角色移动的时候啊，这角色会有比较明显的锯齿感，算法上动态的降低了角色的画质啊。刀法精准吧？相比于之前荣耀，无论动不动远景都给降画质，这2种你喜欢哪一种呢？天有钱之前我们测过很多了啊，这 Pro Plus 上我们也跑了一下原神，调度上啊跟 Pro 是差不多的啊，平均58.1帧，波动11.2，这个表现在近期测试的手机中算是排名靠前的水平了，但画质稍微低了一些，换算过来差不多是134万的像素点，同样是动态降角色画质可能荣耀在这款手机的定位上，游戏并没有想来的那么极致。其实不光荣耀啊，近期我们测试的各种手机上啊，经常能碰到各种降画质的问题，这算是一种普遍现象了啊。问一下大家啊，在优先保证较高帧率和较低温度的情况下，降低画质这个策略你认不认可啊？觉得 OK 的请扣1，不认可的扣2。相比原神的表现 ，Pro 这边大魔王光明山脉就是真的过山车了啊，波动59.3，平均48.1帧，要好于 K10 的31.1帧。开始的3分钟帧率基本在35帧左右啊，感觉前路坦途之后开始放飞自我，调高帧率啊，但最终波动还是比较大的。不过温控方面好评啊，70 Pro 的温度最高也就只有42.3摄氏度，其实调控到这个温度还可以再放开一些嘛。功耗肯定是比原神高的啊，4.49瓦，10.7帧每瓦的能效啊，要好于 K10 的6.47。王者120帧，平均116.2帧，和一众天玑8系列区别不大，但是波动达到了12.1帧，要高于同级天玑8系的机器。功耗方面达到了4.5瓦，这个成绩处于8000或8100机型的中游水平了。游戏结束时温度也到了43.6摄氏度。整体来看，70 Pro 对于王者120的适配啊，还是有点仓促，这个帧率波动和功耗都有待优化。和平精英90这边要好很多啊，平均帧率89.5，波动也仅为0.7帧啊，功耗上也没有王者那么激进啊，只有3.3瓦。之前我们出过一期100瓦充电专题啊，感兴趣的你可以去看一看。荣耀的这100瓦和 vivo 的80瓦其实差不多啊，10分钟充39%，完全充满总共耗时38分钟，和 vivo X80相同啊，他们俩电池也都是4500的。小白测评20款应用2轮打开测试113秒，没能挺进100秒的大关啊，不过3轮呢都没有刹后台。总结，这次荣耀70 Pro 搭载的天玑8000啊，这个表现好于之前我们体验的 K10，时间上应该是更充足一些了吧。续航方面呢是着重值得点赞的地方，可能是考虑夏天马上来了，这个温度的表现确实挺保守的啊。还有很重要的就是那2%的电量，你不能直接给4舍5入到1啊。其他细节方面呢，这次全系都采用的是 Z 轴的震动马达。扬声器方面，听筒式的双扬声器，但是顶部呢做了开孔，越来越多的厂商采用这种做法，我们一起来听一下。Morning light is showing, she moves the chair to look out at her view. But a shop was built right across the street. It stands where the sunrise used to be. In the afternoons on the couch to read, goes through old pictures and memories. Our heroes have been forgotten, our heroes so brave and bold.
OK， 简单总结一下，我感觉今年发哥处理器的崛起啊，是彻底拯救了一波之前啊国产厂商在线下啊重颜值、重影像这些机器的性能啊。注意我这句话可能稍微有点长，就是之前各家这类机型啊，包括欧威他们这性能方面呢，都是一个比较大的痛点啊，都是采用了比如说之前那个778G 啊，类似于这样的一款处理器，所以你只能去强调它的这个影像啊，或者说 ID 质感。但是今年联发科上来了之后，大家集体换装发哥，这对消费者来说肯定是个好事儿，要不然这骁龙的处理器终端带来你也得用，你不可能用一个旗舰的跟大哥抢肉吃。当然我现在还不知道他们全系的价格啊，一切还得是价格说了算。你看视频的时候应该已经知道了，可以弹幕走一波。这次70系列 ID 质感选择特别多，如果要是女生的话呢，其实我觉得都行。要不然我们后边安排一期视频，找几个妹子，然后主观的啊，我们啥也不告诉他们，让他们选一下，认为哪些手机比较好看啊，同意这个选题的请扣一。我真的是正在录制这期视频的时候想起来这个选题的啊。然后如果是男生的话呢，这个青玉不是墨玉青，这个黑色的啊，太容易沾染指纹了，真的。OK， 满分10分，让你打分的话，你给几分呢？欢迎评论或者弹幕一波。当大家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本期视频出现的所有实测数据，我们都已经更新到了小白测评数据库小程序，你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查看。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帮助，可否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特别感谢。不过关注你，我们下期视频再见。